大龄剩女，她们不是躺平，是卷不动了。你以为她们是主动拥抱孤独，她们是被时代一巴掌给呼进养老院的。我是刚刷到的80后女性已经入住武汉的养老院。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大龄女神的自述吧，句句带血，字字戳穿现代独立女性的神话。第一位是一个40岁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天天叫嚣着不婚不育，嘴上天天挂着男人不如狗的口号。父母双亡以后，深更半夜摸着自己已经松弛萎缩的令她骄傲的子宫嚎啕大哭。当唯一的优质资产变得萎缩，不再有任何价值，养老院的麻将桌都比他家双人床热闹温暖。所谓的独立女性，最后连给自己买块墓地的钱都没有，活成社会新闻里的独居服尸的预备役人员。第二位34岁，病历比存款都厚，甲状腺结节、乳腺增生、卵巢囊肿，这些病换个名字应该叫社会性阉割并发症。当独立女性的996福报和婚育 KPI 全砸在一个人身上，医院检查单就是当代独身女性的工伤鉴定书。第三位38岁，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能遇上更好的，彩礼到现在还要80万，自己哭诉在出租屋死了都没人收尸，猝死都算行为艺术，外卖小哥都比亲妈记得他几点吃饭。这种自由就像在太平间开那个狂欢 party， 热闹都是别人的，你连呼吸都是静音的。第四位35岁，倒贴房车没人要，爱情市场说比猪肉市场更现实，曾经以索要高额的彩礼当独立，现在倒贴成了清仓大甩卖。婚恋市场早给大龄女性贴上了临期食品的标签，8000月薪的男人都敢对你挑肥拣瘦，这哪里是找对象，分明是菜市场捡烂埋汰叶子。大龄女人不愿意承认，对于男人来说，你30、40岁有车有房，不如别的20几岁充满青春活力能生育的一无所有的小姑娘有价值。残酷的事实是，女人的年龄和生育价值都是有花期的，这个女人特有的权利，你如果在最好的年龄没有正确的利用，对不起，过期不候。第五位，把学历身材明码标价，最后发现男人根本不看你的价钱，当58万的彩礼变成39岁的直销证明，才懂所谓提升自我，在婚恋市场约等于给过期罐头换个包装。资本在荼毒你们成为大龄圣斗士的时候，也早就教会男人投资年轻肉体比接盘中年精英回报率更高。养老院不是大龄女人的终点站，它是一个照妖镜，以为躲进养老院就能安全无疑的终老。看看身价70亿的富豪李春平，被保姆榨干财产，照样冬天在外面冻得嗷嗷哭。上海一老人带400万进养老院，买来的却是催命符，死得更快了，3个月一命归天。这里没有逆袭的爽文，只有血淋淋的生存法则。护工的白眼和巴掌比前任更刻薄更暴力，隔壁床的那个吐痰的痰盂子比相亲对象更忠诚，那是养老院的标配。别说姥姥姐妹抱团养老，女人都是塑料花姐妹，你闺蜜可能在 ICU 凑不起手术费，别吹有钱雇10个护工，保姆偷你存折的速度比你签遗嘱还快。这个社会对独身女性主义的惩罚从来不是道德审判，而是当你半夜突发心脏病，半夜脚底下没根儿，颤颤巍巍上个厕所摔倒在地，连120都打不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社会性死亡的人。这不是恐吓，是给所有活在短视频粉色泡泡里的人泼的硫酸。你可以不婚，但必须想清楚，当更年期撞上养老院霸凌，当绝经期碰上护工的 PUA，你手里的退休金够不够你买一个体面的死相？